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今天是我的生辰，然而我的伴侣却晚归，仿佛已将此事忘却。他踏入家门，并无生日的祝福，手中也未见礼物的踪影，显然未将我的生日放在心上。他刚进门，便以一种异乎寻常的眼神凝视着我。梁燕，明日你需前往服务大厅，在房产证上增添盼盼之名。此言非是征询，更像是一种命令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张盼盼乃我伴侣之前妻，他们离婚已6载有余。从法理而言，他们之间已无任何瓜葛。6年来，我丈夫每月定期为其前妻与孩子提供生活所需，此乃人之常情，我并无异议。但如今他突发此念，欲将其前妻之名加入房产证上，且他口中亲昵地称呼前妻为盼盼，我霎时惊愕，这是何故？我竭力压制内心的波动，平静地询问。我与丈夫虽是二婚，但情深意切，或许是因为岁月的积淀，他更显体贴与稳重，因此在相亲之初，我便认定了他。我并未因他的过去而心存芥蒂。婚后，我成了众人眼中的幸福女人，拥有深爱我的丈夫以及殷实的家境。丈夫与公公联手创业，家境优渥，但我不希望人们只看到我所拥有的外在光环。作为外科专家，我工作稳定且待遇优厚。作为家中的独生女，我拥有坚实的家庭后盾，无需依赖夫家。事实上，现在所居的别墅乃我父亲所赠，而丈夫仅支付了60万的装修费用。如今他们竟提出此等要求。我虽善良且孝顺，但绝非愚蠢之人，我绝不会将别墅轻易让与他人。丈夫高晨并未察觉我的不悦，反而满怀期待地说，小琪毕竟是我的骨肉，没有房产便无法进入好学校。你也知道，我前妻盼盼目前无力购房，若将她的名字加入我们的房产证，便可解决小琪的入学问题。闻听此言，我婆婆一出声相助，不过是加个名字而已，此事我定了。公公也点头附和。盼盼与小琪着实可怜，依我看，不仅要加上名字，我们家宽敞，干脆接他们过来同住算了。我丈夫听闻公婆此言，脸上难掩喜色。我心中困惑，他究竟在期盼些什么？难道是他们一家5口的团聚？那么我又算什么？妈已经同意了，你和爸去购置些日常用品，把2楼整理好，给他们2个人住。我这就去接盼盼和孩子，尽快带他们过来。我的丈夫冷静地安排着，仿佛我不存在一般。在这一刹那，我竟有种被排斥在外的感觉。我注视着这和谐的一家3口，默默地回到卧室，为他们准备好行李。看着公公婆婆和丈夫一同离开，我露出一丝冷笑。我把打包好的行李全都扔到门外，然后请人换了大门的指纹锁。如果你们那么同情前妻和孩子，那就跟他一起去租房吧。回到屋里，我顿时感到心情轻松。他们既然无视我，我就让他们尝尝后果。自从我们结婚，我父亲在业务上给予了我丈夫许多帮助。可以肯定的是，没有我父亲的支持，他的公司早已倒闭。我当初只同意让公婆来住，那时我还未看清他们的真面目，真以为真心能换真心，但现实的打击来得太快，让我措手不及。1小时后，我丈夫的车停在了门口，与他一同下车的是他的前妻和儿子高欢，他们看起来才是真正的一家人。我坐在院子里，
看着我丈夫高晨反复尝试刷指纹开门，但当然无法成功，因为我已换了锁。梁燕，锁出问题了吗？快帮我们开门！高晨在铁门外焦急地喊我。我摘下耳机，从躺椅上站起，带着微笑向他们走去。在这短暂的几步中，我仔细打量了我丈夫的前妻，她确实有气质，但眼中的自信和冷淡让我感到不悦。梁燕，快开门啊！盼盼和小琪坐车累了，需要休息。指纹锁我已经换了。我语气平淡，对于丈夫一直未能察觉我的不满，我竟无丝毫怒气。难怪有人说，对于不在乎你的人，哪怕你死了，他也只会以为你睡着了。换了，那新密码是多少？我丈夫急切地问。而一旁的张盼盼显然已经察觉，她环抱双臂，带着讽刺的口吻对我丈夫高晨说：“你还看不出来吗？这明显是不让我们进门。”高晨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不是说都已经和他商量好了吗？是在欺负我们母子吗？我看着这个精明的女人，几句话就表明了自己的立场，又巧妙地试图在我们夫妻之间制造隔阂。看来我还真不能小看这个女人。你怎么会是孤儿寡母？我可是小琪的亲生父亲。我丈夫高晨急忙辩解，看得出他非常在乎他前妻的感受，而我从头到尾都像个局外人。梁燕，赶紧开门！我丈夫有些不耐烦了，再次开口催促。我伸手指了指门外一旁的行李，扬起嘴角，笑盈盈地说道：“高晨，你是跟我揣着明白装糊涂吧？你们一家人的东西都在哪？都拿着，赶紧滚！”我语气出奇的平淡，我看着我丈夫的脸色开始慢慢变得严肃起来。梁燕，为什么？我好笑地看着他，忍不住笑出了声。呵呵，高晨，你还真是搞笑啊！居然问我为什么，我就勉强浪费唇舌告诉你吧，这房子是我的，不可能加你前妻的名字。既然你们那么关心你的前妻和儿子，那就和他一起租房子去吧，我绝不耽搁你们享天伦之乐。此时我那好公婆恰巧回来了，我的话他们也听到了。我婆婆立刻抬起脚跑了过来，就连她常年的风湿腿病也突然好了。干什么？谁不让我大孙子进门？此时的婆婆一脸凶狠，她这张脸我从没有见过。自结婚后，她虽然有时候说话有些不中听，但是大部分时间还是慈眉善目的。没想到现在如同一条护犊子的狼，冲着我展露锋芒，恨不得随时撕碎我。妈，早知道我就不带小琪来添乱了，我们这就走。一见我婆婆出现，我丈夫的前妻立刻变得娇弱不堪，哭哭啼啼，还故作阵势的要拉孩子离开。看她这架势，她想要鸠占鹊巢的想法不是一天两天了。盼盼，你们不能走，哪都不要去，这里是我儿子的家，我和你爸还没死呢，这个家我们说了算。婆婆一边说一边恶狠狠地瞪着我。我公公更是心疼地将他的孙子小琪抱在怀里，爷爷带小琪回家以后呀，我们欢欢和妈妈就不走了。那太好了，让那个凶阿姨走，是她抢走了爸爸。小琪才几岁，她能说出这样的话，很明显是有人告诉她这么说了。我看向张盼盼，她的眼神迅速躲开了。梁燕，赶紧开门！盼盼和琪儿都是自家人。公公抱着孩子又向门前走近了些，我冷冷地看着他们恶心的嘴脸，忍不住讽刺道：“一家人，你儿子若是想和他张盼盼复婚过成你家人，我成全他，但绝不是在我的地盘。”我嫌膈应。梁燕，你怎么对我爸说话呢？我的丈夫在袒护完他的前妻，又开始袒护他的父母，真是不遇事看不出人心呀。
高晨，你看你把他惯的，这个家就是你的，你还能让他一个人霸占了不成？我婆婆在一旁挑唆我丈夫，果不其然，我那要面子的丈夫恼羞成怒，直接隔着栏杆跟我叫嚣：梁燕，我好言好语你不听是吧？别自找难堪，赶紧开门！我和盼盼都不会计较今天的事，大家和平相处。高晨，你他妈的有脸说和平相处？她是你前妻，我才是你老婆，你想三人行吗？真让人恶心！想和平相处，你们都滚他租的房子里去相处去，别脏了我的房子！我忍着恶心说出这番话，没想到我那婆婆不乐意了，直接坐在地上开始撒泼打滚。家门不幸啊，可怜我们老少被恶媳妇赶出门喽！好狠毒的女人啊，自己生不出蛋，还阻止我们接孙子过来，天理不容啊！我冷冷地看着恶心的婆婆，满口喷粪，竟然骂我是生不出蛋的母鸡。我气得转身走进屋里，看了一眼厨房里的泔水桶，拎起来再次走了出去。高晨看着我不明所以，但还是带着警惕的口吻问我：梁燕，你要干什么？我瞪了他一眼，不予理会，隔着栏杆扬起泔水桶，直接朝着婆婆泼去。因为距离近，烂菜叶和脏水直接不偏不倚的全部泼到了我婆婆身上。啊！梁燕，你个天杀的！老太婆一声尖叫，直接从地上跳了起来，那脸上头上还挂着烂菜叶，样子十分狼狈。我忍着笑，好心提醒她，再满嘴喷粪，这泔水就是要灌进嘴里了。梁燕，你太过分了！那是我妈！我丈夫高晨恼怒地指着我，就连公公也盛气凌人地朝我吼道：梁燕，那可是你婆婆，你还是高知识分子呢，也太不尊重老人了！我淡淡地看了一眼气得吹胡子瞪眼的公公，指责我的时候，想起来我才是他们儿媳了。不过我才没工夫跟老人一般见识，倚老卖老的让人憎恶。我冷冷地看向我的丈夫高晨，反问道：高晨，那确实是你妈，她有什么资格谩骂我，再对我撒泼谩骂？我在泼的可就不是泔水了。许是我眼中的狠厉让高晨有所畏惧，他的语气软了许多，带着哀求的口吻开始和我说话：梁燕，你看盼盼和小琪这么多年也吃了很多苦，我只想让我的儿子能进好的学校，难道这点要求过分吗？我看着高晨哭丧的脸，突然觉得好陌生。高晨，你心疼你儿子，大可自己给你儿子买房，想加上你前妻的名字就和我离婚，跟他复婚就可以，但是把主意打到我的头上，门都没有，此刻还谈什么夫妻情分，都算计到头上了。我的丈夫现在口口声声说前妻不容易，却丝毫没有考虑到我的感受。这样的人不赶他走，留着过年吗？梁燕，我没想过离婚，我只是为孩子考虑，你能不能体谅一下我这个当父亲的心情？看着高晨还想维护自己的好丈夫、好父亲形象，不知道是他演技太过拙劣，还是智商真的不够用。我理解不了，现在拿着你们的行李走，我没有半点耐心听他们在这里胡诌，凭什么赶我们走？要离婚，这房子也得有我儿子一半。你个小狐狸精，还想独吞？做梦！敢用泔水泼我，我现在就要去你家，问问你的父母还管不管了。我倒要问问他们怎么教育出来的闺女。儿子，走，我们去找他父母。我不信他们也胡搅蛮缠。看着我婆婆张牙舞爪的样子，我真想录个视频发在网上供别人娱乐，丑陋至极。我丈夫此时再次看向我，他的双手死死抓住栏杆，看着那骨骼分明因为太过用力都泛青了，
她咬着牙，目光寒冷地再次问我：“梁燕，你当真不给我们开门？”我轻笑着点头，绝不会开门。我刚说完，高晨冷笑不止，指了指我，威胁道：“梁燕，今日之辱，我会加倍讨回，都是你逼我的，随时恭候。”我看着他，毫不畏惧。我看着婆婆骂骂咧咧地将行李极不情愿地往高晨的车子上搬，就连公公和高晨也去帮了忙。而我丈夫的前妻张盼盼竟然还站在我的面前，目光不明所以地看着我。我饶有兴致地也盯着这个女人看，没有达成所愿，她定是很失望吧。哼！见我也盯着她上下打量，这女人不悦地哼了一声，牵起她儿子的手，愤然转身。我知道他们会去找我爸妈，所以我提前给老妈打了电话，简明扼要地说了事情的经过。他们疼我入骨，更何况这件事情于情于理我都没有做错，所以高晨带着一家老小去我爸妈家哭诉的结果可想而知。被我父母几番说教，他们只得灰溜溜地离开了。第二日，我还没有出门上班，我那恶心的婆婆带着公公再次来到了我的别墅前。梁燕，你给我开门，有什么当面说个清楚，躲起来算什么事？我正好准备出门，听到她的公鸭嗓子，我心情瞬间不好了。我躲她，她也配？一大清早就在我门口叫唤，吃饱了撑的是吗？我开口讽刺，这种时候想让我好言好语难，尤其是对付我婆婆这种欺软怕硬、两面三刀的人。梁燕，你说谁是狗呢？没有教养！恶婆婆跳起来指责我，我笑笑，看着她那张凶神恶煞的脸，慢条斯理地说道：“您活了这把年纪，还知道什么是教养啊？还真是稀奇。我的教养也是给懂得礼义廉耻的人，您这辈子算是没这福气了。”我婆婆气得双目圆瞪，哆嗦着嘴唇酝酿半天，也不知如何反驳我。你，梁燕，再怎么说，你和高晨还没离婚，她还是你的婆婆，你怎么能这么侮辱婆婆？太不像话了！以前是我们瞎了眼，怎么娶了你这么个胡搅蛮缠的儿媳？家门不幸啊，家门不幸！我公公黑着脸，一边说教我，一边追悔莫及。我一听就不爽了，这是替他儿子后悔娶我进他们家大门了。我霸气地指着为老不尊的公公，大声质问：“怎么，您这是巴不得高晨现在和我离婚吗？行，我马上给他打电话，必须今天跟我去民政局办离婚手续，离就离。你吓唬谁呀？我儿子没有你会找到更好的。你以为你冉初有多能耐？”恶心婆婆再次跳起来同我叫嚣，看着他们两个一唱一和的同我叫板，真是跳梁小丑，不自量力。我是没有大能耐，至少比他们那优柔寡断的儿子强多了。就他那个公司，若不是我的父母和我的人脉帮衬，就他根本经营起来，表面上是一个风光无限的总裁，那公司的大部分股份还是我的。看着无知又愚蠢的公婆，我都懒得同他们理论，拿起手机拨通了我丈夫高晨的电话。高晨，你给我听好了，马上回来同我去把离婚手续办了，还有梁你父母从我家门口请走。我这不需要哼哈二将。而电话那头还没等高晨开口，我就听到了他前妻张盼盼的声音：“快吃饭吧，这几日还要跟那母夜插斗，保持体力。”我去他姥姥的，现在就迫不及待将我赶走，重新回到高晨身边喽。高晨，请你转告你前妻，像他这种白莲花都不配与我争。你高晨，我现在就觉得脏了，恶只配进垃圾桶的份。骂完了，心情真是舒畅。见我挂断电话，我那恶心人的婆婆拿起手机
就给他儿子打了过去。儿子，和他离婚，可别忘了分家产，所有房产必须平分。不对不对，全部都得是你的。是他梁燕下不了蛋，生不了孩子，只能净身出户。我无语，这法律什么时候是老太太颁布的了？真是蠢得可笑。见我不怒反笑，老太太一脸得意。怎么样，害怕了吧？我告诉你，梁燕，你现在给我磕头道歉还来得及，乖乖的把盼盼名字加到房产证上，我会考虑原谅你对我的无礼。我被恶心婆婆的话逗笑了，当真是好笑呢。我建议您让高晨给你买个镜子，回去好好照照。你这话说的，我都以为您这辈子都不知道自己高矮胖瘦。我的讽刺让恶心婆婆脸色很难看，她指着我愤怒地说道：“真是不知好歹，那就等着被我儿子赶出家门吧，到时候别来哭着求我就行。”我瞥了她一眼，淡淡的说道：“那就好好看看哭的人是谁吧。”此时，我丈夫的车到了，他再次带着他的前妻和儿子来了，真是不要脸，让我感到恶心。我强忍着怒气，看着他们走向我。你想清楚了，离婚是吗？我丈夫开口，貌似在等我后悔说不。这是你的户口本和身份证，走吧。我将户口本和身份证透过栏杆丢在了我丈夫的脚边，他感觉受到了极大的侮辱，弯腰捡的瞬间，看我的眼神闪过一丝狠厉。走吧，还等什么？我时间紧迫，别浪费时间。我丈夫语气淡漠地开口，时间紧迫，要是你的公司都没了，我倒要看看你还能忙什么。居然说我浪费他时间。我打开门，还没反应过来，我那婆婆就抽空闪了进来。我脸色一沉，看着高晨命令道：“请把你妈请出去，别让我说第二遍。”没想到我丈夫理直气壮地说道：“梁燕，我们还没离婚呢，我爸妈自然有权利在这里待着，包括盼盼和小琪。”这一刻，她的嘴脸竟然和婆婆的完全复制了。我还真是小看了基因的强大，哪怕是这种死皮赖脸都传得青出于蓝胜于蓝。对，这婚没离，财产还是我儿子的，就是离了，那也是你净身出户。我婆婆得意到扭曲的脸，张着血盆大口同我叫嚷：“盼盼、小琪，你们快都进来，我看谁敢赶走我们。”看着张盼盼趾高气昂地走进来，我眯着眼，将他们所有人的嘴脸记在了心里。走着瞧吧，今天你们如何进来，到时候就如何滚出去。愤怒之余，我将所有卧室不动声色的全部锁上了。他们现在即使进来，能活动的无非是客厅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尤其是看清了他们的秉性，我更要小心提防了。和高晨的离婚手续办得很顺利，他做梦都没有想到我提前找好了律师，所有的房子车子都是属于我的婚前财产，而他高晨唯一得到的就是他们家出的装修费用。装修费我转给你，手机拿出，我不到2分钟就转了账。高晨抿着嘴，从办手续到现在，他愣是闷声不吭，没有说一句话。我理解他的心情，本以为我会傻傻的同他平分财产，他做梦都没有想到，离婚后他自己竟是一场空，而且还有更让他意想不到的大礼，我还没送他呢，那就是他现在拥有的公司。我可是持有最大的股份股东，随时都能让他滚蛋。只不过现在我就是要让他后知后觉，等他自己发现一无所有时的那张惊恐后悔的脸。钱你也收到了，回家告诉你爸妈，还有你那不容易的前妻，请从我的房子里搬走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我看着脸色惨白的高晨提醒道，他抬起眼皮，不卑不亢地看着我说：“梁燕，我希望我们好聚好散。”
请你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份上，请尊重一下我的父母。”变脸挺快。高晨，别拿这些伦理道德说教我，尊重都是相互的。你父母不懂，我觉得你应该略二吧。还有就是，我们并不是好聚好散，是你们一家人逼着我走到今天的地步。你承不承认，事实都摆在眼前，所以更别指望我能够大度。我可以对我善良的人掏心掏肺，同样也可以对我心存恶意的人睚眦必报，这就是我的本性。江山易改，本性不移。高晨的嘴唇蠕动了几下，但最终没有说出半句话。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我不悲不喜。原来不值得的人，连伤心都没有。这一晚我并未回家，我给高晨时间去与他家人交涉，同时我联系了律师，将我前夫高晨的公司股权准备清算变卖，同时又查了所有的公司账目。说好的给他一份大礼，自然要亲力亲为才好。第二天下午，我回了家，与我预想的一样，他们果然还没有离开。我一进门，便看到了垂头丧气的公公蹲在门旁抽闷烟，而我那恶心婆婆正坐在沙发上哭丧着脸，那脸上还有未干的泪痕。同样，我的前夫高天佑正在极力同他的前妻在解释什么。见我进来，所有人的目光都放到了我的身上。本以为婆婆会跳起来同我理论，没想到她见我后竟然张开大嘴嚎啕大哭起来。我命苦啊，生了个窝囊儿子，被人算计了呀！哭哭哭，哭还有什么用？我的前公公一声吼，顿时让老太太闭上了嘴巴，硬是抽着憋住了声音。我没有理会他们，而是走到高晨面前质问：“怎么，给你们1天的时间还没搬走？”哎呀，我老婆子活了一辈子，白活了呀！让一个小妖精扫地出门，我没脸活了呀！我死也要死在这里，我不走！身后的老太太嗓门更大了，还真是老泼皮，真是百闻不如一见。高晨，你到底跟你妈怎么说的？这个房子的装修费我1分不少的已经转给你了，你们高家家境也算殷实，没必要跟我演这一出吧。我非常鄙夷现在的高晨，真成了他妈口中的窝囊废。梁燕，我们能好好谈谈吗？高晨开口，眼中带着哀求。我和你还有什么好谈的？我们都离婚了，财产分割也是经过律师和法院公证的。你有异议可以起诉，但没必要跟我谈，我才不在乎他的感受。说话也是盼盼戳心，毕竟是他们家不仁不义在先。哦，对了，你最好也找个律师，公司股权的事我们也得谈清楚了。我话音刚落，我的前夫高晨竟然连连后退了几步，满脸不可以置信地看着我。梁燕，那公司虽然你是最大的股东，但这几年可都是我辛辛苦苦奔波管理的。他的双眼猩红，语气极度的不甘。高晨，你未免也太幼稚了。你看看你哪一家合作的公司不是我爸推荐的？我现在就是大度的把公司给你，你衡量清楚，没有我爸和我的人脉关系，你撑得了几时？我看着高晨的脸色一阵白一阵青，那紧握的拳头在极力隐忍着他内心的情绪。此时，我那哀嚎不断的前婆婆也彻底闭了嘴。到现在，她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晨儿，老太太走过来，试探性地叫了一声高晨，企图得到他的点头或是否定。然而高晨大声一吼：“闹！你们都闹够了吧？这样的结局，你们满意了吗？”高晨愤怒地看向他的母亲，又转脸看向他的父亲和他的前妻。你这是在怪我了？自始至终，我说什么了？你口口声声为了琪儿，我让你离婚了吗？张盼盼直接甩了脸子，不依不饶。
将高晨对得哑口无言。而我那好婆婆此时却安静地出奇，但是她脸上的懊悔是藏不住的。半晌，她老太太抹着眼泪委屈地说：“我也不知道会是这样啊。我老太婆不懂离婚什么法律，但你不懂吗？”说着说着，我这好婆婆竟然将责任都推得一干二净。我看着高晨无可奈何的脸，心中很是开心。妈，现在说什么都晚了，我的公司也等着完蛋吧。爷们高家都完了，成了穷光蛋。高晨额头上的青筋暴起，扯着嗓子冲他妈嘶吼。此时哪还有什么母慈子孝，就差点没有狗咬狗了。老太太一听完高晨的话，直接翻着白眼晕了过去。看着他们忙乱一团，我只是静静地看着。过了好一会，那老太太嗷了一声，被捏着人中醒来了，嘴里还不停地哼哼，看样子还很是不舒服的样子，还不赶紧送去医院。我这里可不想成为凶宅，我好心提醒。那高晨的眼神恨不得将我生吞活剥了，他厉声言辞地冲着我吼道：“梁燕，我们虽然离婚了，但你怎可诅咒我妈？她即使不是你的婆婆，论年纪也算得上你的长辈。不，都是我老婆子错了，我错了。梁燕啊，原谅妈妈糊涂好不好？你和高晨好好过日子，不离婚了成吗？”突然，老太太挣脱了张盼盼的搀扶，跪爬着到我面前，拉着我的手悔不已。真没想到这现实这么快就让他改头换面了，可惜了，我这个人既然看清了恶人的嘴脸，绝不会菩萨心肠，因为从小我就知道农夫与蛇的故事。妈，您可是高晨的妈？我可没这福气呢，我这儿庙也小，供不了你们家这几尊大佛，请尽快离开这里吧。我抽回手，俯身看着老太太：“梁燕，我妈都这般低声下气地跟你说话了，你别刺激她了好吗？”高晨不悦地指责我，而一旁的钱婆婆狠狠地拽了拽她的衣袖，示意她不要这般与我说话。高晨，本就是我们的错，不怪梁燕这样说。今天即使她打骂我一顿，也是我自作自受，活该。看着婆婆懊恼自责的样子，我冷笑着不语。他们简直比唱戏换脸都要快。此时，我那好前夫看着自己的母亲这般，更是心疼不已。他恨恨地瞪着我：“妈，我们没有错，是他梁燕心胸狭隘，不就是房产证上加个名字吗？我只是做了一个父亲该做的事，我有错吗？”看着到现在还理直气壮的高晨，我真后悔怎么当初就看上了他这种人呢？呵呵，居然说我心胸狭隘。高晨，现在我们也离婚了，你可以放手去做你这个当父亲该做的事，没人会阻拦。我冷笑着说道：“梁燕，你这是离婚吗？你这是赶尽杀绝。没想到你是这么恶毒的女人。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你绝情如此会遭报应的。”看着我的前夫恨到狰狞的脸，对着我一顿抨击：“高晨，你不说这番话，还算是个有担当的男人，但不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来指责我。我在大度，不可能拿我父母和我自己的血汗钱替你养着前妻还有孩子。我不是圣人，没那么高尚。”我毫不留情面地对了回去。这番话彻底让高晨没了反驳的勇气。既然恶毒和绝情的帽子都已经被扣在了我的头上，我当然不会白白惯了这名声。高晨的公司我必须收回，他那点股份我照样让他双手奉还，绝无回赛余地。其而我们走。此时那张盼盼坐不住了，拉着他的儿子就离开。此时无论是高晨还是我那前公婆，竟然没有一个人开口挽留。张盼盼愤恨地瞪了一眼高晨和我，决然离开。我知道他是对某些人失望透顶了。
同时自己的黄粱美梦也醒了，再留下就是自讨没趣。我看向高晨，语气淡漠地开口：东西搬完了吗？我可以免费帮你们叫货拉拉。不用，谢谢。高晨冷冷地回答，态度中充满了抵触和敌意。我看着他，内心无波无澜，毕竟我已经看清了他的真面目。对于他的态度，我早有预料。你最好快点搬走，我还有事情要忙。我再次提醒他，然后转身向书房走去，不打算再与他多做纠缠。身后，高晨开始默默地收拾他们的行李，他的父母也在一旁帮忙。整个过程中，他们都没有再说一句话，空气中弥漫着沉闷和压抑。我站在书房的窗前，看着窗外的风景，心中五味杂陈。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，只是我一直没有勇气去面对。现在，我终于走出了这个困境，却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不过，我并不后悔。我知道，只有自己才能为自己的生活负责。我不能因为一个错误的选择，就让自己一直沉沦下去。没过多久，高晨他们搬走了。看着空荡荡的客厅，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感觉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开始着手处理公司的事务。由于高晨的管理不善，公司出现了很多问题，我必须要尽快解决这些问题，才能让公司重新回到正轨。在忙碌的工作中，我逐渐找回了自信和力量。我知道，只有自己变得更强，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，不再受到伤害。几个月后，公司的情况开始好转，我成功地解决了一系列问题，并带领公司走出了困境。员工们对我的敬佩和信任也日益增加，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。而高晨他们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他们的消息了。听说他们搬到了一个小城市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我不知道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，也不想去打听。对我来说，他们已经成为了过去式。我需要关注的是现在和未来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我也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和价值观。我意识到，婚姻并不是生活的全部，更不是衡量一个人价值的唯一标准。我应该更加关注自己的内心需求和成长，而不是把幸福寄托在别人身上。于是，我开始尝试新的事物，结交新的朋友，拓展自己的视野和圈子。我发现，生活中有很多美好的事情等着我去发现和探索。就这样，我逐渐走出了阴霾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虽然有时候还会想起过去的点点滴滴，但我已经学会了释怀和接受。我知道每个人都会犯错，重要的是如何从错误中汲取教训，勇敢地面对未来。而现在的我已经准备好迎接新的挑战和机遇了。与此同时，高晨在他们的小城市里也开始了新的生活。他找到了一份普通的工作，虽然收入不高，但足以维持生计。他开始反思自己的错误，并努力改正自己的缺点。他意识到自己曾经对家庭和婚姻的不负责任，给梁燕带来了很大的伤害。他深感愧疚，他尝试着与梁燕取得联系，想向她道歉并寻求原谅。然而，梁燕并没有回应他的联系。他知道自己曾经的过错已经造成了无法挽回的伤害，他只能默默地祝福梁燕过得更好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高晨也逐渐成熟起来。他开始关注儿子的成长和教育，努力成为一个负责任的父亲。他也学会了珍惜身边的人和事，不再轻易放弃和逃避问题。而梁燕在公司的发展也越来越好，她成功地带领公司走出了困境，并取得了显著的业绩提升。
员工们对他的敬佩之情溢于言表，他也因此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和挑战。在忙碌的工作中，梁燕也逐渐找回了自己的快乐和自信。她开始尝试接受新的感情，并勇敢地面对未来。她知道，只有放下过去，才能拥抱更美好的未来。2年后的一个春天，梁燕在一次聚会上遇到了一个与她志同道合的男人，他们有着相似的经历和价值观，很快就产生了深厚的感情。这个男人对梁燕非常关心和体贴，让她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和幸福。而高晨也听说了梁燕的新恋情，他心中虽然有些失落，但仍然祝福她能够找到真正的幸福。他知道自己已经无法弥补过去的错误，只能默默地关注着梁燕的生活，并希望她能够过得更好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高晨也逐渐走出了过去的阴影，并开始了新的生活。他不再沉浸于过去的失败和痛苦中，而是勇敢地面对现实，并努力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。而梁燕也和新男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，开启了新的生活篇章。她感谢过去的经历，让她变得更加坚强和成熟，也让她更加珍惜现在的幸福和快乐。2个人都在各自的生活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和价值。虽然曾经有过痛苦和失望，但最终他们都走出了困境，并勇敢地面对未来。这就是生活，充满了起伏和变化，但只要我们勇敢面对并不断努力，就一定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和价值所在。故事完。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家族微信群里，我老公未经我同意就把他前妻拉进了群，还艾特我，贤贤，咱们的房本加一下我前妻和慧慧的名字吧，慧慧要上幼儿园了，不能输在起跑线上，很快。婆婆头像闪动，对的，优质的教育太重要了。贤贤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房本加一下名字。我望着其乐融融的家族群，顿时懵了。好家伙，我全款买的房子，加老公前妻的名字，我叫白贤。此时的我正看着手机上的家族群，显示了一个厚德载物邀请。由于屏幕受限，看不到后面内容，我一脸懵地看着这条信息。厚德载物是我老公的微信名字，家里的人不是都在群里吗？老公这是拉的谁入群？想到这里，我带着好奇点进去，立马就看到了一个女人头像的人发了一条信息：妈，慧慧现在到幼儿园了，幼儿园那边说光有房本还不够，需要把我的名字给加上才行。我看见她的第一反应就是懵了，因为这女人是老公的前妻，而且昨天晚上她还住进了我家，我怎么也没想到，现在她居然还进了家族群。我刚想打电话给老公，家族聊天群里面的一条信息直接让我炸了。儿媳妇，你放心，房本这边我做主，今后就加上你的名字，等慧慧大了再加上她的名字。这条信息是我婆婆发的，我怎么也没有想到，婆婆居然会叫她儿媳妇，而且他们一家住的房子是我买的，凭什么加老公前妻的名字？我还没缓过神来，弹琴的信息也来了，白贤那边不会介意吧？我听说这房子当初是白贤的父母掏钱买的，没事。婆婆的头像闪烁，我看得火冒三丈，直接一个电话打给了老公孟诺林。你为什么要拉他进来？还有房本的事情怎么回事？我拉他进来怎么了？慧慧这不是要上幼儿园吗？正好咱们的房子是学区房，我就自作主张把名额给慧慧了，而且拉他进群里的意思也是要给你报备一下，这样大家都能看得见。
当然了，弹琴的名字不会白加房本上的，我会让慧慧认你做干妈。她一副无所谓的语气，我气笑了。孟诺林，昨天你是怎么和我说的？你说是因为那么晚了，她一个女人出去住酒店不安全，所以让她住进来。而现在呢，我看她这根本就不是要住一晚，而是想要霸占我家房子。你发什么疯啊？不就是住在家里吗？反正房间也有多的，即使住上好几天都没问题。他反而对着我大吼。听到他这么大发雷霆的样子，我不可置信。我怎么也没有想到，昔日为救我的他，温柔待我的他，此时竟然会吼我了。还没问题，你知不知道妈在群里怎么喊他的？他喊的是儿媳妇。如果说他是妈的儿媳妇，那我又是什么？我质问道。你当然也是儿媳妇。他理所当然地回答。感情你妈是想要2个儿媳妇伺候着她呀，你也还想要2个老婆伺候着你是吧？孟诺林，你真是痴心妄想。我说完，直接就将电话给挂了。看着此时面前的电脑，我一点工作下去的心情都没有了。我脑海中此时想到的只有刚出大学那会，孟诺林照顾我的时候。那时候的我由于没有社会经验，被人骗去了钱财。当时的我身上只有仅剩的58元现金。就在我踌躇自己今天晚上睡哪里的时候，他出现了。一想到自从昨天弹琴过来后发生的事情，我的心更加沉重。下完班后，我第一时间就回了家里。当我到家后，第一幕看见的就是弹琴、慧慧、婆婆、公公，还有孟诺月其乐融融的样子，让我有种错觉，这不是我的家，而是他们一家人的家。我也没有想到孟诺月居然和弹琴也相处得这么好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孟诺月是老公的姐姐，她也有家庭，但是分居了。我想着她也是老公的亲姐姐，所以也没有多想，就让她住了进来。但我没有想到的是，她这一住就住了快1年。回来了，去做饭吧。婆婆这个时候看见了我，开口道：“还要我做饭？是真把我当成他们家的保姆了。”我压根没有理会婆婆，而是冷冷地看着老公的前妻弹琴道：“谭小姐，你现在还不收拾行李吗？”我这话一出口，顿时就让所有人都朝着我看了过来。我没有理会，而是自顾自地走到她身边，笑着开口：“昨天老公和我说，你来这里住1晚，是怕你不安全，我就答应了。怎么，看你这神色，你该不会连行李都还没有准备吧？”弹琴听到这里，脸色变得难看了起来。这时，婆婆不耐烦地开口道：“她走不走，这有关系吗？去做饭去，等下诺林也回来了，不然都没饭吃。”我直视着婆婆，一点也没有退却。妈，我瞧你手脚也利索，现在我正在和弹琴说话，你要实在怕饿着你儿子，你也可以自己动手。孟诺月竟然有些不耐烦：“弟妹，你怎么说话呢？去公众号胡巴士看更多。这是咱妈，怎么能让她做饭呢？也是，妈毕竟是妈。这样吧，那就让姐姐做。反正姐姐来家里也差不多1年了，到现在从没见你动过手，我还迫切地想要尝尝姐姐做的菜是什么味道呢。”我凝视着孟诺月，孟诺月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开口：“我不会做。”“不会可以学，而且姐姐，你是连地也不会打扫，衣服也不会晒，碗不会洗的残疾吗？我怎么从没见你做过任何一样家务？”我冷笑。这下孟诺月直接被我噎得半天缓不过神来。公公这时也看不过去了，说道：“白贤，够了，这是家，不是你撒泼的地方。”我听到后只是看了他一眼，又看向了弹琴。“怎么，
谭小姐这是要看一出好戏，不愿意走了。诺林都没有让我走，你凭什么赶我走？再说了，婆婆好几年没见到慧慧了，想要和慧慧亲近，这你管得着吗？谭琴声音也变高了，就凭我是这家里的女主人，所以我有权利让你离开。我冷冷地开口，呵呵，你真会说笑。我直接打断她，谭小姐，我老公怕是没有告诉你，这房子可是我白贤爸妈买的，虽然上面有我老公的名字。谭琴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是的，这个房子是我爸妈给我买的。我还深刻地记得，当时的爸妈本来是不愿意让我和孟诺林在一起的，因为他家里很穷，连个房子都买不起，而且人也没什么本事，只能干粗重的活。而我却想着他为了我连性命都不要，念着他对我的好。后来父母拗不过我，为了不让我吃苦，买了一套房和车给我。就在此时，门口传来了开门的声音，转头看去，是老公回来了，而婆婆他们也都看向了门口。怎么了？今天还没做饭吗？一个一个都看着我。孟诺林疑惑地开口，弟妹不愿意做饭。孟诺月立刻告状，你为什么不做饭，还站在这里？我今天工作忙了一天了，我累了，回来还要看你们在这里告状说不做饭吗？以前你不是回家后立马会去做饭的吗？怎么现在还不去？是想饿死一家人吗？他朝我大吼。我看着此时怒气冲冲的他，脑海中闪现出以前刚在一起时对我百依百顺的他，只是这一切在此时看起来是多么的可笑。你一大家子可以自己做，而且你不是和我说他只是住一晚吗？我凝视着他，质问道，现在是怎么回事？今天不是和你说了吗？现在还来说？你是没听懂还是耳朵聋了？他继续朝着我大吼。而此时的孟诺月，我看见他嘴角浮现一抹得意的笑意，令人憎恶。他下达命令似的和我开口，还有，我现在正式通知你，慧慧现在要读书了，所以这个房子到时要加上琴琴和慧慧的名字。我冷笑了一声，我爸妈买的房，你还要加你前妻的名字，你真会想啊你。谭琴见情况不对，连忙解释，白小姐，这个加名字的事情也是为了慧慧学习的原因，你不要多想。我眼神更冷，我和我老公说话，轮得着你一个外人插嘴吗？顿时谭琴的脸色青一块白一块的，我也没工夫去搭理她，而是看着老公，白贤，这房子加谭琴的名字怎么了？慧慧可还要上学呢，你不想想慧慧现在都多大了，马上就到上学的年纪了，已经不能再拖了。婆婆再度开口，就是弟妹啊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你不想着慧慧，也要想着弟弟啊，他可只有慧慧一个女儿。孟诺月也附和道，白贤，就加谭琴的名字，明天就去办这件事，也不要再吵了。公公也直接下了命令。我转头去看公公时，刚好看见谭琴那得意的神色，没有我的同意，谁都不能加上去。我斩钉截铁地开口，一双坚定的眸子丝毫不退让。白贤，你今天是能耐了你，饭也不做，现在还跟我叫板，你是翅膀硬了。孟诺林一边说，一边就朝着我走来，眼神满是冷漠。你要做什么？我看着他那凶狠的目光，忽然间觉察到了不对劲。做什么？女人不听话，当然要打。孟诺林一边说着，一边就朝着我的手臂抓了过来，直觉告诉我有危险，我直接就转身朝着身后躲开。但在这时候，谭琴月忽然出现在我面前，一下拦住我的去路。孟诺林冲上来，一手抓住我的手臂，另一只手高高挥起，面目狰狞。他真的要打我，
眼前闪过当初热恋期的一幕幕，我眼泪夺眶而出。我曾深爱过的男人，现在为了别的女人，居然要对我动手。想起当初父母的反对，朋友的劝阻，还有婚后他父母、大姐理所当然霸占着我的房子的情景，他们还美其名曰一家人要住在一起才感情才能好，才会热闹。现在看来，这家人的感情确实很好，只可惜我并不在其中而已。哼，女人不打就不知道老实。公公的声音随之响起，语气中满是令人作呕的陈词滥调。婆婆也在一旁添油加醋，就是嫁进我们孟家这么久，别说大胖小子，连个便宜闺女都没能生下，连只会下蛋的母鸡都不如。现在居然还敢跟我们大呼小叫，真是反了你！孟诺月倒是没说话，可看向我的眼神分明也噙着得意和猖狂。至于刚刚挡住我退路的弹琴，倒是一反刚刚的英勇无畏，重新变成了那个柔弱无依的可怜女人。但我没有错过她脸上一闪而过的讥诮和怨毒。我冷笑一声，看向近在咫尺，跟过去已经截然不同，仍旧一脸狰狞的孟诺林。孟诺林，我收起之前的所有情绪，平静地喊出他的名字。孟诺林怒气冲冲瞪着我，伸出食指直指向我。白贤，你给我听清楚了，秦秦和慧慧的名字，你加也得加，不加也得加，不然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在愤怒即将冲垮理智之际，我拼命让自己冷静了下来。我只身一人，而他们却有整整5个人。别说5个人一起上，即便只有孟诺林一个，我都不是他的对手。为今之计，我只能先曲意逢迎，再想办法给他们来个痛快。好，我点了点头。见状，孟家人还有弹琴都露出了满意的表情。孟诺林也一改之前的凶神恶煞，居然冲我露出个堪称温柔的笑意。老婆，我刚刚就是一时着急才动了手，你放心，虽然这房本上会加秦秦和慧慧的名字，但我跟你保证，这房子只会是咱们夫妻俩的，无所谓了。我忍着脸上传来的阵阵火辣剧痛，强撑起个笑容。我直视着孟诺林的双眼，从未有一刻比现在更觉得这个男人是如此陌生。平静片刻后，我嗓音有些嘶哑地开口：之前你为救我受伤，后来你的住院费、医药费也是我出的。今天这一巴掌，我深深吐出一口气，胸口的闷滞总算有所缓解。我欠你的恩，也算是彻底了结了。你突然说这些干什么？孟诺林不满地看我，眼中又有怒火腾起。我摇摇头，变回了从前那个温柔贤淑的白贤。那我先去做饭。诺林，你在客厅陪爸妈吧，晚饭很快就好。至于孟诺月和弹琴，哪怕是做戏，我也不想跟他们多说一个字。进到厨房，我双腿发软地扶住了灶台，即便关上了门，外面的说话声依旧源源不断涌入了我耳中。这女人就是不打不成体统，连个蛋都下不下来，还叫什么女人？我当初就说这女人不好调教，要不是你们说白家有钱，弟弟娶了她能少奋斗20年，我才不会同意这门亲事。说什么不好调教，打过一次不就消停了？姐，你放心吧，她以后要再敢闹，看我不打死她。哎，还是秦秦好。当初要不是看在白家有钱的份儿上，我说什么都不能同意儿子跟秦秦离婚，好了吗？现在秦秦和慧慧不都回来了，往后这就是咱们一家的房子。听着他们说出的话，我咬紧牙关，死死攥住手中的菜刀。原来所谓的相爱两不疑，只是他们为了钱和房子，
故意设下的圈套，豆大的眼泪一滴滴砸在案板上，溅起朵朵泪花。确定不会有人进来，我颤抖着手拿出电话，拨通了一个号码。半小时后，我将做好的晚饭一道道端上了餐桌。孟家人连带弹琴说说笑笑坐下吃饭，期间也没有谁开口让我一起吃。我冷冷注视着跟弹琴坐在一起、温柔如水的孟诺林，恨不能直接一刀捅死这个男人。为什么是我？他们的阖家幸福，他们的衣食无忧，为什么非要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？我现在只庆幸我和他没有孩子。叮咚，饭吃到一半，门铃响了。孟诺林想也不想就差遣我去开门。我解下围裙放到厨房，在他们全家的欢声笑语中走向了房门。打开门的一瞬间，看到门外站着的人，我的眼泪再次夺眶而出。我哽咽着向来人撑起一个笑：“你终于来了。”对方翻了个白眼：“笑个屁，比哭还难看。”姚双双，我最好的闺蜜，没有之一。她也是当初我宣布和孟诺林结婚后，除了父母外，反对声音最激烈的那个。只恨我当初猪油蒙了心，在孟诺林的撺掇下跟他绝交了。好在他还愿意帮我这一次。姚双双双臂环胸，看到我还印着指印的脸，哭到红肿的眼，脸色瞬间变得铁青。老婆，谁来了？可能是我太久没出声。孟诺林突然问了一声。姚双双朝屋里看了一眼，恨铁不成钢地戳了下我的脑门，顺道朝身后站着的几个膀大腰圆的壮汉挥挥手：“去吧，动静别闹太大，免得吵到邻居。”是，我忙让开路，目送壮汉鱼贯进了我家。姚双双脸上虽然带着嫌弃，却还是格外温柔地替我擦掉了眼泪。她还像当初那样：“走吧，看姐们给你出气。”这边话音刚落，屋里就传出了孟诺林的惊呼声：“你们要干什么？”踩着10公分高跟鞋的姚双双搂着我的肩膀回到屋里。此时，孟诺林脸朝下，被其中一个壮汉按在餐桌上，想要挣扎，却动弹不得。公公婆婆皆是大惊失色的模样。至于孟诺月和弹琴，早已经吓得脸色发白，话都说不出来了。哟，一家人挺其乐融融啊。姚双双在沙发上坐下，翘起二郎腿，妆容精致的脸上露出不屑一顾的表情。她抬起染了指甲油的手，指了指孟诺林：“对，就他，带过来，让我好好瞧瞧。”闻言，按着孟诺林的壮汉轻松一拎，就把孟诺林提了起来。孟诺林刚要反击，直接被壮汉一拳砸在肚子上，整个人好像虾米似的蜷缩了起来。瞧这架势，公公婆婆立马急了，纵使已经被吓坏了，但他们还不忘咒骂我：“白显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诺林可是你老公，你就这么眼睁睁看着他被人欺负？家门不幸，家门不幸啊！我们诺林怎么娶了你这种吃里扒外的女人？亏得我们诺林那么喜欢你，为了你抛弃妻女，你倒好，居然跟外人合起伙来欺负我们家人，你还是人吗？真是可笑！刚刚他们还在说孟诺林是为了钱财和我结婚，现在居然还有脸说孟诺林是真心喜欢我。”姚双双坐在沙发上，满眼厌恶地看着孟诺林：“姓孟的，你还记得当初你和小贤结婚前，我是怎么警告你的吗？”不知他想到了什么，我看到孟诺林的身体深深打了个颤。姚双双发出一声极高的讥笑，扭头看向我：“小贤，你知道这玩意儿当初还想勾引我吗？”“什么？”我瞪大眼睛，难以置信地看向孟诺林。可他明明总在我面前说。孟诺林不止一次在我面前诋毁姚双双，
说像她那样每天浓妆艳抹的女人，绝对不是什么安分守己的女人，也不知道跟多少男人上过床，还时不时暗示我说姚双双经常有事没事找她聊天，摆明了就是想勾引她。她让我要离姚双双远一点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最好彻底断开联系。那当初的我又是怎么做的呢？我像是被孟诺林洗了脑似的，不仅同样觉得姚双双放浪形骸，甚至还相信了他所说的姚双双想要破坏我们的感情。我被妒火和怒火裹挟着，一步步按照孟诺林的安排，彻底跟姚双双绝交了。你怎么可以这样？我彻底愤怒了，三步并作两步冲到孟诺林面前，在他皱缩瞳孔的注视下，狠狠一耳光甩在了他脸上。啪！整个客厅都因为我这一耳光陷入一片死寂。我抬头看到公公婆婆机遇喷火的眼睛，或许在他们看来，我这个儿媳妇无论被怎么对待，都应该逆来顺受。可惜他们还是太不了解我了。我爱孟诺林的时候，我确实愿意为了他承受所有本不该我承受的。可现在我不爱他了，反而觉得他无比恶心。我要把当初给他、给孟家的东西全都拿回来。啪啪啪！听到声音，我回头看去，就见端坐沙发上的姚双双正在给我鼓掌。她挑眉含笑跟我对视，说：“对吗？这才是我姚双双认识的那个白贤。”对她，我心怀愧疚，想起这几年的种种，甚至觉得无颜面对她。可笑的是，我如今唯一能依靠的人，却也只有他这个曾被我伤害过的朋友。姚双双冲我招招手，我走过去，被他拉着坐了下来。来，跟姐们说说，这些王八蛋想做什么？白显，你敢？姚双双话音才落，公公立马跳脚了，他脸红脖子粗地指着我，要不是旁边有人守着他，估计也要像他儿子那样冲上来打我了。白显，你要再敢胡闹，我立马让诺林跟你离婚。离过婚的女人都是破烂，是二手货。我看这天底下还有哪个男人愿意要你？听到婆婆这话，我都差点被她气笑了。老太婆，大清早亡了，别跟这儿胡言乱语了呀，也不嫌丢人。姚双双翻着白眼说，我到底还是没忍住，笑出声来，看了眼因为自己亲妈被损，脸色隐隐发黑的孟诺月。婆婆，照你这么说，孟诺月才是这个屋子里绝无仅有的破烂货呀。婆婆眼皮一抖，立马狠狠瞪了我一眼，胡说，你怎么能跟我闺女比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对，我确实没法跟孟诺月比，毕竟她和某些人一样，自己的日子不好好过，非要盯着别人的男人。我立马反唇相讥，反正现在有姚双双给我撑腰，我也没必要再忍气吞声了。我的好婆婆，你该不会还不知道吧？就你这好闺女，当初出轨被自己老公捉奸在床，又不想离婚，这才被婆家扫地出门，死乞白赖住到了我的房子里。什么？公公婆婆齐声惊呼，他们估计直到今天才真正知道孟诺月分居的原因。我还不解气，又看向脸色发白、搂着女儿一言不发的弹琴。他们不是一直认为慧慧才是他们孟家的独苗苗吗？我现在就让他们知道，弹琴口中所谓的孟诺林的女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还有你们的宝贝孙女，我冷笑着将弹琴为了抢房子编造的谎言直接戳破。你们不是嫌弃我不能生孩子吗？但从始至终生不了孩子，也不想生孩子的人根本不是我。公公婆婆的眼睛瞪得更大了，他们喘着粗气，像是随时要撅过去似的，死死盯着我，没让他们等太久。
我去卧室拿了早就准备好的诊断书，直接扔到了他们面前。你们还不知道，孟诺林，你们口中哪哪都好的宝贝儿子，根本就是白显。就在这时，被按着跪在地上的孟诺林突然声嘶力竭地咆哮出声，他双目猩红地瞪着我，眼中愤恨和恐惧交织着。尽管在此之前，为了顾及他作为男人的尊严，我始终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，包括他自己。但估计他现在应该也猜到了。孟诺林的吼叫没有阻止我说下去的欲望，我直直跟他对视着，一字一句说出了那句足以让他崩溃的话：孟诺林根本就是个废物，不可能，这不可能。公公婆婆捶胸顿足，想要冲过来，却又被人拦住。婆婆嚎啕着：这不可能，是你这个不安好心的女人，这都是你伪造的，就是为了要拆散我们这个家。你们哪个家？我反问他。孟诺林和谭琴不是早就离婚了吗？公公气得上气不接下气，盛怒之下恶狠狠地看向了谭琴。你这个贱人，说这个野种到底是你和那个野男人生的，不怪公公气成这个样子。毕竟当初孟诺林和谭琴离婚的时候，慧慧已经出生了，也就是说，心心念念要给唯一的孩子置办房子的孟诺林，其实早就被谭琴戴了顶天大的绿帽子。可笑他们家谁都不知道，还一门心思想让慧慧认祖归宗。谭琴吓傻了，被他抱在怀里的慧慧也突然嚎啕大哭了起来。整个房子充斥着孟诺林的嘶吼、公婆的咒骂，还有慧慧尖利的哭喊，真的太吵了。双双，就在这片吵闹声中，我看向了姚双双，这是我的房子，请你帮我把他们赶出去吧。姚双双打了个响指，不轻不重按了下我的脑袋，小事一桩。接着他朝那几个壮汉示意，其中看上去最凶神恶煞那个粗声粗气道：去，给你们半小时收拾东西，然后从这个房子滚出去，不然我们哥几个可不客气了。你敢？婆婆尖叫着，这是我儿子的房子，你们这是私闯民宅，我要报警！报警！壮汉狞笑一声，给按着孟诺林的小弟使了个眼色。下一秒，凄厉的惨叫回荡在这个房子。不到2秒，孟诺林大张的嘴被人无情捂住，他头上冒着冷汗，2只眼都翻起了白眼，看着像是随时要昏过去的样子。现在能去收拾东西了吗？壮汉回看婆婆，凶相毕露。婆婆彻底被吓傻了，她惶惶看了眼被折断胳膊的儿子，紧抓着丈夫的袖子，再不敢开口了。旁边的公公看上去倒是比他好一些，但不断颤抖的眼珠也泄露了他此时的恐惧。这对夫妻没敢继续纠缠，一声不吭回房间收拾行李了。至于孟诺月和谭琴，这2人还傻坐在餐桌旁，连动都动不了。起来，收拾东西！壮汉又吼了一声，他们才仓皇起身，跌跌撞撞跑回了房间。姚双双百无聊赖地打了个哈欠，转头看向了我。所以我当初就说，你是瞎了眼才看得上孟诺林这渣男。之前每当他说出这种话，我都会替孟诺林据理力争一番。可如今事实摆在眼前，我只得承认他的眼光确实比我好。挪开望着姚双双的视线，我看向了倒在地上脸色煞白的孟诺林，想了想，我起身走到他面前，蹲了下来。孟诺林，我只问你一句，你当初救我是因为蓄谋已久，还是真的好心？至于爱不爱这种问题，我已经不在乎了。孟诺林身体打着白子，深呼吸了好几次，才给了我回答。那次我是真的想帮你。好，这就够了。
起码当时的我还不是完全瞎了眼。孟诺林，我们离婚吧，我笑着对他说，只要从今往后，你还有你们孟家人都从我的视野消失，我可以对你的欺骗既往不咎。这个我曾深爱的男人此时狼狈不堪地趴在地上，他艰难抬起头，眼神复杂地看向了我。好，我听到他这么说。半个小时后，孟家人终于离开了我的房子，我吐出口气，疲惫万分，倒在沙发上，望着远处餐桌上的残羹冷炙，一动也不想动。看我这个样子，姚双双也没多说什么，只安静地陪我坐着。我真是天底下最傻的人。过了不知多久，我自嘲地笑笑。闻言，姚双双也笑了声。你才知道啊。我们又相顾无言地沉默了下来。几分钟后，姚双双把我从沙发上拖起来，说：走，去我家住几天，我请保洁公司过来，把你这房子里里外外好好收拾一遍，消个毒。我被他逗笑了。消毒？不至于吧？不用了。我话还没说完，就被他无情打断了。别说屁话。他瞪了我一眼。你可别告诉我，你信了孟诺林刚刚的保证。我怔住了。他猜得对，我确实相信了孟诺林之前的承诺，现在只一心想着尽快跟他离婚，彻底跟孟家人划清界限。姚双双无语地看着我，眼中明明白白写着：你是不是傻？就孟家人这个调性，他们之前既然能为了钱设计让你和孟诺林结婚，就绝不会只因为今天闹了这一次，就把你搭在我肩上，苦口婆心。第一步，去我家住。次日，我在姚双双家醒来，刚睁眼就听到她正在外面跟人通话。因为昨天狠狠哭了一通，我眼睛肿成了核桃，别说出门上班，连睁开都费劲。行，不用管了，让他们且闹着吧，总有他们后悔的那天。走出卧室，我听到姚双双说了这么一句，虽然没有证据，但我直觉他这句话里的他们说的就是孟家人。怎么了？见他挂了电话，我问道。姚双双面无表情道：我昨天不是留了2个人在你家吗？跟我猜的一模一样。今天早上不到6点，你那对奇葩公婆就找上门去了。他们做了什么？我皱起眉。他耸耸肩，没做什么太过分的，就是求啊哭啊，说他们有眼无珠，信错了人，求你看在之前的情分上，就原谅他们这次，往后他们肯定好好对你，你就是他们孟家唯一的儿媳妇。说完，姚双双毫不客气地发出了一声讥笑。唯一的儿媳妇？他们居然到现在还在说这种自以为是的屁话，这估计呀，就是个开头。等他们发现你不住家里了，就会开始去你公司闹。至于孟诺林，最近一段时间应该既不会露面，也不会跟你联系了。我有些烦躁，忍不住问：那我怎么能尽快跟他离婚？另外就是房子的问题，当初我被他哄得晕头转向，在爸妈全款给我买给的房子的房本上加了孟诺林的名字。急什么？姚双双斜睨我一眼，先拖着呗，反正你也不急着去找第二春，总得让这家人再吃点苦，让他们知道不跟你离婚就会有倒不完的霉，丢不完的脸，到时候就算你不想离，他们也会哭着喊着求你进民政局的。房子这事儿更好说了。他端了杯咖啡放到我面前，收集好证据，直接去法院告他骗婚。我久久望着姚双双，心潮涌动，一时间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如果没有他，可能从昨晚开始，我这辈子就要都活在地狱里了。至于父母，比起姚双双，我更加没脸把这件事告诉他们。况且我爸身体不好，早就经不起一点刺激，可能孟诺林也是仗着这个情况，
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得寸进尺。双双，我真的，大柱啊！不等我说出感谢的话，姚双双就一副要起鸡皮疙瘩的样子，打断了我的话。别跟我说那些有的没的，不爱听。我见状忍不住笑出声来。行，那就都在咖啡里了，没有酒。我端起面前的咖啡一饮而尽。姚双双当时捶胸顿足，我的天，你知道我这咖啡豆多少钱吗？居然给我牛饮。2天后，我回到公司上班，刚进公司，我就察觉到了落在我身上的无数视线，他们的目光隐晦而好奇，偶然还有窃窃私语声。卫生间里，我刚要从隔间出来，就听到外面有人在聊天。你们说，白贤她公公婆婆说的那些话是真的假的？白贤真因为找了小三，所以急着踹了老公？也不一定吧，白贤多喜欢她老公啊，妥妥一恋爱脑。谁知道呢？没准儿人家就是吃腻了，想换个口味也说不准呢。嘿，反正跟咱们也没关系，不说了。等那几个人离开，我才推开隔间的门走了出去，一时竟不知该笑还是该生气。明明是他们欺人太甚，不仅把弹琴和慧慧带来家里恶心我，甚至还想霸占我的房子，现在居然有脸给我造谣，说我劈腿找了小三，简直无耻。从卫生间出来，我正往工位走呢，迎面就看到急匆匆朝我走来的部门主管，对方明显一脸不悦。白贤，你赶紧去看看吧，你公公婆婆都要在咱们公司打地铺了，你要能干就继续干，不能干就赶紧辞职，别给公司找麻烦。对不住啊，主管，我这就过去解决。我忙向主管道歉，见我态度诚恳，主管没再啰嗦，只挥挥手让我离开了。来到公司大门口，一副让我血冲头顶的画面直接映入我眼帘。公公盘腿坐在地上，手上夹着支烟。至于婆婆，她就蹲在公公身边，但现在居然正收拾铺盖。在众人的指指点点和议论声中，我快步走上前去，一把掀翻了她快要铺好的铺盖。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铺盖被掀，依照婆婆原本的性格，她绝对是要撒泼打滚的。但当她怒气冲冲抬起头，看到来人是我时，脸上刻薄的表情来了个180度大转弯，变得可怜兮兮起来。下一秒，她坐在地上，哭天抹泪起来。贤贤啊，妈承认之前对你不够关心，可诺林他对你是真心的，你不能外面有了人就把诺林一脚踹开啊。可怜我家诺林，伤了心还不敢联系你，昨天硬生生在家把自己灌了个胃出血。贤贤，就当妈求你了，回家吧，妈跟你保证，只要你肯和诺林和好，我和你爸肯定马上回老家，绝不会留在这儿拖累你们。在他的哭嚎声中，我背后响起的议论声也越来越高。我紧握成拳的双手止不住的微微发颤。这家人怎么能无耻到这种地步？我人就在这儿站着，他都能信口开河。别说了！我大喊一声，打断了婆婆的胡搅蛮缠。我为什么要和诺林离婚？你们心里有数。我出轨找小三，你们怎么说得出来这种话？脑袋被他们气得嗡嗡作响。一想到我曾发自内心尊敬、孝顺他们，就恨得牙痒痒。可现在不是失去理智的时候，他们既然能做出这种事，就是打定主意要毁了我的名声。我当然不能任由他们继续大放厥词，不就是装可怜吗？谁不会是的？爸妈，你们摸着良心说，结婚前孟诺林说没钱买房，我爸妈是不是二话没说就出了这个钱？后来孟诺林说想把你们接过来跟我们一起住，好尽尽孝心，我是不是立马就答应了？搬来这边后，
你们说吃不惯这边的菜，我哪怕结婚前从没进过厨房，为了你们，哪怕伤了不知道多少次，我也学会了做你们老家的菜。你们说我要体谅孟诺林，所以我白天上班，晚上回家伺候你们，从没有过一句怨言。后来你们说男人在外打拼没车不行，又说这车买便宜了不行，我听你们的，回家求着我爸妈拿了50万给孟诺林买了车。之后大姐跟姐夫分居，你们又说大姐一个女人不容易，没钱没工作，想让她也住过来，我也接受了。我想着我们都是一家人，这都是我作为儿媳妇该承受的。我一心一意对孟诺林，对你们，可你们又是怎么对我的？我喊得声嘶力竭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在所有人眼中，比起面露尴尬的公婆，我才是那个饱受凄风苦雨的小可怜。身后的窃窃私语，也在我一声又一声的质问中渐渐消弭。我愿意体谅孟诺林，我愿意孝顺你们，愿意接纳大姐，可我不能忍受跟孟诺林的前妻生活在同一屋檐下，不能忍受明明是我父母买的房子，你们却要在房本上加孟诺林前妻的名字，你们不能欺人太甚。这话一出，周围的吃瓜群众果然顿时哗然。你少在这儿胡说八道！婆婆急道：诺林他就是心善，看秦秦孤儿寡母可怜，才让他暂住几天的。我胡说八道，他倒真有脸说出这种话来。孟诺林心善，想起那晚孟诺林落在我脸上的巴掌，愤怒、委屈、恨意交织在一起，不断向上翻涌着，冲刷着我摇摇欲坠的理智。如果起初我还只是在装委屈，现在话说到这里，那份被我深藏在心底，不愿拿出来示人的委屈，已经几乎要将我彻底吞没。伴随而来的，则是我对孟诺林的空前恨意。结婚2年，你们怪我生不出孩子，话里话外嫌弃我，怪我断了你们孟家的香火。我一度也这么怀疑自己，在你们的逼迫下，我一遍又一遍去医院检查身体，喝着你们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臭气熏天的偏方。只可惜，不能生的从来都不是我，而是你们的宝贝儿子。对，孟诺林确实心善，心善到把别人的女儿当作自己的孩子来养，心善到处心积虑想要把我的房子拱手送给他戴了绿帽子的前妻，还有那连生父都不知道是谁的孩子。我喊完最后一句，人满为患的公司大厅陡然陷入一片死寂，即便不看，我也能猜到身后那些人现在的表情该有多精彩。我又恨又怒地瞪着公婆，既然他们不要脸，我就彻底把他们的脸皮扯下来。反正已经走到这一步，我倒要看看他们究竟还能无耻到什么地步。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，你居然敢咒我儿子不能生，看我不撕了你的嘴！被我激怒的婆婆一扫之前的可怜样，手脚并用从地上爬起来，张牙舞爪的就要冲上来打我。公公紧随其后，怒目圆睁，一副好像要活劈了我的凶恶模样。就是有你们这样的爸妈，你们不是常说女人不打不老实？孟诺林也一直听你们的话，有本事你们今天就打死我，我跟你拼了！婆婆大吼着往我面前冲，可她还没碰到我，旁边几个保安瞬间一拥而上，把他们2个都按住了。我回头看去，就见刚才对我满心怨气的部门主管，此时看向我的眼神已经带上了深深的怜悯。谢谢您。知道是他叫来了保安，我真心实意地向他道谢。主管摆摆手，为难道：接下来你看。我满脸麻木，回头看向就算被保安按住，依旧还在不停破口大骂的公婆。
深深叹了口气，报警吧。被警察带走的时候，公婆仍旧喋喋不休地辱骂我，我心无波澜地目送他们离开。在公司众人纷繁各异的目光中，我镇定自若地重新投入了工作。下午6点，我刚出公司大门，就看到了等在外面的孟诺林。说起来，我们也算是一个圈子里的。从公婆大闹我们公司被警察带走到现在，已经过去了将近5个小时。孟诺林站在远处一棵树下，整个人看上去比之前消瘦憔悴了不少，脸上还带着我既熟悉又陌生的阴鸷。我做好心理准备，抬脚朝着他走了过去。白贤，他嗓音嘶哑，满布红血丝的眼睛死死盯着我。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我也不多跟他废话，开门见山道：离婚，离婚。他阴沉沉地笑了2声，眼中有一闪而过的狠戾。你把我爸妈送进派出所，现在还有脸跟我提离婚？你知不知道，圈子里都传遍了，我对你，我爸妈这2年对你怎么样，你心里一清二楚。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我狠心？我瞠目结舌。孟诺林，你该不会真以为这几年你爸妈对我很好吧？你该不会真以为我到现在还以为你是真心爱我，还被你们一家人蒙在鼓里吧？我见过不少吃软饭的凤凰男，但能这么软饭硬吃的人，你还是头一个。我按照姚双双教给我的那样，不断激怒眼前的男人，甚至已经做好了他再次对我动手的打算，并且还在心里默默盘算着逃跑路线，以及该怎么向别人求助。你刚刚说圈子里都传遍了，传遍什么了？是你爸妈大闹我公司，说我出轨找小三，还是你被你前妻戴绿帽，还给别人养孩子？又或者是你连孩子都生不出来？闭嘴！闭嘴！闭嘴！你给我闭嘴！孟诺林疯了似的大喊大叫，完全顾不上我们现在就站在大马路上，来往行人都忍不住朝我们这边看来。白显，他咬牙切齿道：不就是个房子吗？你家那么有钱，你把房子让出来又能怎么样？从一开始我就最讨厌你这点，明明那么有钱，却非要把房子车子都握在自己手里。你压根儿不是真心爱我，也根本没有真正为我们这个家考虑过。可以，都这时候了，他居然还妄图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指责我，但我已经懒得跟他争论了。这几天我吵了太多架，早已经身心俱疲。离婚，我只有这一个要求，其他全部免谈。话落，我绕开孟诺林就要离开。走，我看你往哪儿走？随着这声厉喝，我只觉头皮一阵剧痛，紧接着整个人直挺挺向后倒去。旋即，孟诺林再次朝我挥出了拳头，但这一次我却不会再傻傻站着，任由他对我拳脚相加了。我使出吃奶的力气，一把将他推开，然后猛吸一口气，朝着公司大门跑了过去。好在公司保安是24小时轮班，我还可以向他们求救。救命！救命！我一边跑一边大声呼救。刚巧眼下正有2个保安站在公司门外抽烟，而其中一个就是今天亲手把孟诺林父母交给警察的保安队长。王队，救救我！我直冲过去，趁孟诺林还没过追上来之前，躲到了保安队长身后。保安队长都傻眼了，他们虽然平时也会解决一些公司纠纷，但从来没见过今天这场面。好在他回神得够及时，赶在孟诺林动手前招呼出来所有保安，七手八脚把状若癫狂的孟诺林按住了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保安队长忍不住问了一句。我平复好了呼吸，打着颤求他：王队，我手都吓软了，您能帮我报个警吗？
他说要杀了我。说着，我瞬间泪如雨下。好，我这就报警。姑娘，你别哭，别哭啊！保安队长手忙脚乱地报警，还不忘笨拙地安慰犹如惊弓之鸟的我。警察来之前，姚双双先到了。她先是隐晦地朝我比了个大拇指，才一把将哭成泪人的我揽进怀里。我听到她在我耳边小声说：“没事了，接下来都交给我。”无论是真的安慰我，还只是在别人面前做戏，她一下下抚过我后背的手，都真的抚平了我内心的疮痍。我拼命忍住即将夺眶而出的眼泪，啜泣着对她说：“双双，等事情结束后，我要去旅行，我有好多地方想去。好，我陪你去。还有，我不想减肥了，我有好多想吃的美食。好，那我舍命陪君子。我还要好好跟爸妈道歉，是我识人不清，伤了他们的心。好，等叔叔阿姨要揍你的时候，我肯定第一个给他们递鸡毛掸子。”听到这儿，我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我挣出他的怀抱，用力擦掉满脸泪痕，透过泪光看向了他。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在他眼中，我竟然也好像看到了泪光。双双，我拉住他的手，哽咽道：“对不起，还有，多谢你还在我身边。”姚双双朝天翻了个巨大的白眼，食指不轻不重地点了下我的脑门。都说了，少给我说这些屁话。故事的最后，我终于如愿以偿和孟诺林离了婚。在他爸妈不遗余力的宣传下，孟诺林家暴、死精症，还有孟家那一堆烂事儿，在我们圈子里闹了个沸沸扬扬。他到底修炼不够，没能像他爸妈那样继续厚着脸皮在公司待下去。离婚后不到1星期，他们就举家灰溜溜搬回了老家。而出轨在先还不愿意离婚的孟诺月，也被她丈夫起诉，并被法院宣判了离婚。她没能得到自己妄想的钱，在婆家人的唾骂以及她儿子的愤恨中，也滚回了老家。至于弹琴，慧慧的生父找到了，居然是孟诺林的堂哥。这事儿在孟家闹了个天翻地覆，和平共处了几十年的上一辈，因为这事儿彻底翻脸，孟诺林至此一蹶不振，不仅酗酒，还染上了赌博的毛病。当然，这些都是姚双双派去盯着他们的人传回来的消息，因为他不放心孟家人，担心他们再来纠缠。首都机场大厅，发什么呆呢？姚双双拿着登机牌在我面前晃了晃，笑容明媚地望着我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接过他手中的登机牌，望向巨大的落地窗，看到了一架又一架不停起飞降落的飞机，给予心中的苦闷和萧瑟，刹那间粉碎瓦解。我收回落在远处的目光，回头看向美艳动人的姚双双，绽开笑容。谁说我在发呆？我只是觉得生活真的美好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一个故事精彩，还是第二个故事精彩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